2026年4月，我发现距离台湾300公里外有一座小岛叫做宫古岛。同时，我也发现从台中飞过去只要不到1个小时的航程。刚好有一个周末的空档，也刚好订到了机票，于是开启了这一次的旅程。Slightly cloudy with a temperature of 25 degrees Celsius. We certainly hope that you enjoy the flight with u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you on board another Stars flight again very soon. And we thank and wish you all a very pleasant journey. 我对于宫古岛的第一印象是，好安静。过了安检，一走出来，望眼所及就是风吹草动，还有蓝到不行的天空。小巧的机场，简单的入境大厅，少了免税商店的诱惑，也不需要太多人力，甚至有闲余的空间跟情调，坐在窗外看风景。就连机场都充满着放松的度假氛围。来到宫古岛，很多人会选择租车自驾。如果想要轻松的话，全程都搭计程车也不是不行。从下地岛机场移动到宫古岛本岛的路上，经过了一座伊良部大桥。记得当时的我坐在车内，心里想着，这座海上大桥也太漂亮了，不知道这趟旅程有没有机会在这里跑个步呢？抵达饭店后，首先抓住我目光的是门口的这2只风狮爷。风狮爷是冲绳文化中很重要的守护神，他们通常都会成对出现，一只张嘴，一只闭嘴，据说有趋吉避凶、阵风挡煞的效果。抵达饭店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的入住时间，于是我们决定散步去逛逛饭店隔壁新开的 Yard Miyakojima 这个商场。旅程的第一天，我一向喜欢安排一个闲晃的行程，逛逛饭店，或是看看附近的商店，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就是单纯感受着周遭的氛围。焼き鮭を1つください。午餐的餐厅距离饭店散步大概20分钟的脚程。虽然只是一个小店，但是老板一副和气生财、不拘小节的样貌，难怪店里的人潮不断。Thank you.
们这次入住的是宫古岛的希尔顿饭店，它是一个4星级的度假饭店，拥有3个户外泳池、2个室内泳池，走路就可以到达美丽的 Sunset Beach。最重要的是，它可以180度的俯瞰整座伊良部大桥，而这就是吸引我们订房的原因。希尔顿饭店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每间房间都有独立的阳台，空间很宽敞，又毫无遮蔽，可以让你把伊良部大桥尽收眼底。哦，晚餐我们选择在饭店的意大利餐厅 Isoleda 用餐。依照我过往经验，这种度假饭店里面的所谓 high-end restaurant 通常都是卖气氛为主，但是不得不说，这间餐厅不止气氛棒，座位舒服，而且食物是非常的正统好吃。
午餐，我们来到这家叫做星河的大众食堂，不是什么厉害的名店，也没有太多观光客，感觉就是地方居民周末中午会来吃的小吃店。一进门，用自动贩卖机点完餐后，我们很幸运坐到店内最后一个空桌。店内的摆设很家常，价格也很亲民。最重要的是，食物上桌的那一瞬间，充满着浓浓的锅香气。这一餐跟前一晚的精致西餐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不过相较之下，朴素的家常小吃好像更能满足我的胃。
旅程的最后，我们又散步回老地方 Sunset Beach， 看着一两部大桥的日落。随着年纪渐长，我发现旅游不再只是为了去哪里做什么，而是记住在那个当下那个环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那种感受可能被你拍到的照片、影片，或是随手写下的明信片给捕捉下来，而成为你日后的养分。对我来说，不管生活再怎么样忙碌混乱，只要想起那一次又一次旅途当中深刻的那些感受，就会让我重新发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在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度过这个有限又美好的人生。